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退休之后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也别对这几种人太大方，免得伤心伤身。大隐犹疑恋朝事，不知名作把归园。当年的诗人元稹久居闹市，便有了归隐之心，向往大美的田园风光。而如今的你久在单位，早有了退休的想法，只是迫于生计，不得不努力工作，把怨言放在了心中。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，可以真正自由生活了。但是很多人却迷失了方向，拿着退休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每天去看风景，去的地方多了就会腻烦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除了花钱就没有别的新意了。呼朋引友可以让生活变得热闹，却会让人陷入了不适合的圈子。其实退休老人不能得过且过，要做一个长期的主义者。人生大部分的事情绕了一个大圈，都离不开一个钱字。社交、旅行、一日三餐、病痛、发展爱好都是要花钱。因此说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也别对以下这几种人太大方，捂住钱袋子，过细水长流的生活。第一，就是衣来伸手的儿女，不要扶助。理论家特夫勒说过，能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幸福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儿女是父母的希望，作为父母，恨不得把所有的本事都交给儿女，把钱都给儿女。可是儿女不一定会争气，遇到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儿女，父母似乎毫无办法，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即便你狠心一阵子，当看到儿女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还是会心软，迅速地改变决定。在我只养你18岁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只养你到18岁，从明天起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。当你退休的时候，儿女多半是成年人了，如果你还把他们当成小孩，那说明你还没有转换角色。按照常理，退休的人不再是大家长了，而是把家长的位置交给儿女。真的不必要用退休金来惯养儿女的陋习，不要随意暴露自己的存款。帮助儿女，首先要看他们的志气。扶不起的阿斗，你就应该对他冷漠一些，逼着他去生存，以观后效。第二，就是内心穷困的亲戚，不必可怜。一个人穷一点没有关系，可怕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很穷，常常说一些仇富的话。退休了，闲来无事，去亲戚家走一走，红白喜事上去喝杯酒，和亲戚们聊一聊。以前上班的时候把亲戚们都怠慢了，现在应该采取措施挽回感情。亲戚交往的方面，别再主观臆断了。你有空不代表亲戚们都有空，你有钱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亲戚都变富，总有一些亲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向你借钱，一到钱到手了就不见人影了。我有个朋友说，他大伯的儿子找他家借钱，父亲同意借钱，母亲不同意。父亲摸了摸干瘪的口袋，发现自己连1万块钱也没有，于是找儿子的朋友要钱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发现大伯的儿子想要借钱买车，显摆一番，并不是创业或者是买房，借钱买车，然后开着车到处去兜风。这样的人真的不值得帮忙。要懂得，一个人越炫耀什么，就越缺什么。对于心穷的亲戚，你就不要可怜他，还要尽量的远离，不要因为帮助了亲戚，寒了自己的心。第三，就是虚情假意的同事，当断就断。有个朋友也说了一件事，他离职的时候，单位里的几个同事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还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。相见时难，别亦难。朋友深受感动，当场就飙泪了。过了几天，朋友去原单位办手续，忽然感觉到过去的同事对他不冷不热，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。人生就这样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当你离开此处，那么你就变了彼处。
此处的一切和你关系不大了。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最好不要去原单位。老同事和你打招呼只是表面的热情，内心深处并不一定的欢迎你。大家都很忙，给你倒一杯茶都会耽误时间。如果你退休之前当过上司，那么你就要清醒地认识到，追捧你的人其实是追捧你的位置，离开了位置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把同事进行过滤，虚情假意的同事就不要交往了，免得浪费钱。第四，唯利是图的商人不要理会。也许你看过这样的场景，走过商场，看到一个又矮又胖的人，穿着长衫对着镜子看了又看，样子很丑，但是服务员一个劲的夸很合身显瘦。作为旁观者你会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当事人却执迷不悟。人老了就要远离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，不要相信他们的套路。退休之后，很多老人喜欢去听讲座，常常去领一些赠品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。每个人都爱美，都希望长寿，但是美和长寿不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得到。多去跑几圈，多读几本书，多去大自然里面走一走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保持心情愉悦就行了。第五，常占便宜的邻居保持距离。邻里和睦一家亲，东家西舍勤帮忙。儿女们在外创大业，无暇顾及父母情。从现实来看，儿女外出打工或者是创业了，父母和邻居走得很近，能够互相的照应，就能够放心很多。毕竟邻居是可以随时敲敲门看看情况，遇到了急事了可以打个电话通风报信。可是有一种邻居不能走得太近，因为他总是向别人借东西借钱，并且让老人们倒贴钱照看孩子。他的做法摆明就是打感情牌。和邻居交往关键是要看人品，远离人品不过关的邻居，和好心的邻居多走动。有这样一句小品台词，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还在，钱却花完了。退休老人，别以为你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勤俭节约是一生必修的功课，老人也不例外。退休老人怎么舒服怎么过，没有了每天上班打卡的烦恼，没有了工作的压力。但是要把握一点，舒服是有限度的，不要挥霍你的时间，不要肆意花钱。一生很贵，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都留住。收起大方，放下面子，不困一情，不乱一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